好，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个23投影机架中这个标准和非标深度了。那先看一下这个23投影机架这个规则。前期我们也有所了解，在我们这个23投影报价中，非标和标准它也是分为衣柜和那个非衣柜类的啊。衣柜的话主要是小于600就可以，它是一个范围，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非衣柜类的深度小于398就可以了，它也是一个范围啊。那怎么算是那个非标呢？比如说衣柜的话是600到650升的，当然更深的话肯定是非标的啊。然后我们的非衣柜类的话是398升到650升的，对吧？就会算非标啊。非标的话它是以投影面积的啊，凡是衣柜小于600的话就标准投影啊。我们的直列柜小于398升的话就标准投影，那大于600的衣柜就是非标投影，后面价格算的时候会乘一个1.1的一个系数，非标系数的。那我们来用这个图例来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一组餐面柜，对吧？1、2、3号4号柜，其中4号柜它的深度是大于398升的啊，那它在我们这个投影报价里面就属于一个非标投影了。啊，其他的1、2、3号高柜以及我们这个吊柜都是深度在398及以内的，都属于标准投影。那我们这个报价单里面会分为标准投影和非标投影吧，其中标准投影啊就是我们的1、2、3组柜子正面投影面积乘以单价乘以这个系数，得到这个面积对应的价格，对吧？那非标投影的话就是4号这个柜子，它的正面面积乘以单价乘以非标系数1.1了啊。好，这个注意，这个就是我们后期影响这个投影面积投影报价它的一个总价的这个因素啊。可以看出来，只要我们后面做方案的时候，确保我们这个非标投影面积少一点，那我们整个这个投影报价最后的这个总价就会更低一点，对吧？好，你还是拿这个原来这个方案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方案制作之后，你用的是投影报价，那肯定刚刚说的要将我们的非标投影面积尽量减少啊。那减少的方式就是在设计我们这个柜子时候啊，要利用这个23投影报价这个规则，投影报价规则，不是我们全部报价规则。深度呢，尽量保证这种电视柜啊啥的，衣柜啥的电视柜啥的尽量保证在那个395升以内啊，或者是我们的衣柜尽量保证在600升以内，对吧？符合它的要求，我们的这个非标投影面积就会少啊。好，那原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衣柜都使用了这个直列柜去拼了这个衣柜了啊。那这时候就不符合我们这个23投影计价规则里面所说的这个直列柜，就是非衣柜类的啊，我这边称为就直列柜了。直列柜深度小于398啊，这是标准的，大于398就非标了啊。如果把直列柜都用作衣柜用的话，妥妥的每个房间的柜子在投影报价里面，衣柜类这块面积都是非标的，从而导致价格增加，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23投影啊，它有一点点小复杂，就是它会受到我们这个全屋报价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在23柜投影报价的时候还要注意，一定要将那个非衣柜的柜子按标准深度做，这样价格才能够就是整体的这个原价才能够更优惠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客厅电视柜啊，即使你用了这个投影报价，也要在我们这个做方案的时候，将这种电视柜啊这种非衣柜的直列柜按照我们的标准深度做。整个投影报价才能够真正的更降得更低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衣柜吊柜，对吧？你可以选择刚刚说的298升的柜子去做啊。无论是普通的这个全屋报价还是投影报价，我们做的时候都是按这种标准深度去做。那我们对比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啊？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原方案，对吧？它的非标投影比较多，原因就是我们用了直列柜当衣柜用的。那我们修改以后，将它的衣柜全部改成衣柜类，深度保证550升，你就会发现非标投影是在减少的啊，那标准投影是在那个增加的啊。那非标投影减少的话，后面系数1.1呢，对应的价格肯定会降。所以看到我们最后啊，如果你原方案都是非标的柜子啊，即使你报投影价格，投影折后金额总计也是比较高的，对吧？如果你全部选用的是标准深度的柜子，最后的这个投影折后金额总计是少的啊。当然，我们还会发现这个投影报价里面还有这个原价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全屋报价。那全屋报价其实也会对这个投影最后的价格是有影响的啊。全屋报价本身呢，它又会受到我们柜子标准和非标深度影响，所以最终而言，所有的柜子都会受到这个就是我们全屋报价报出来这个原价影响啊。所以我们最好做柜子的时候，包括衣柜、包括直列柜都做这个标准深度。好，那我们看下这个原价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投影折后金额总计的，对吧？那我们使用了这个标准深度柜子以后，原价就少了啊。那在我们这个投影报价时候，我们可能给到客户一些优惠，单价上的优惠啊。
增项部分折扣的优惠以后呢，其实这个投影折后总计价格是受到原价影响的，不能小于我们当地的这个最低折扣啊，比如说65折，对吧？也是在原价基础上打65折才是我这个投影折后金额总计的一个最低价格，不能低于它，低于它你就可能低折扣了，对吧？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投影报价是受到原价的影响，原价又受到我们的柜子深度影响，所以最终呢柜子深度你用的是标准的，它的原价低，对应的投影报价折后金额肯定是低的肯定是更优惠的。所以我们最终还记住，无论是全屋报价还是我们的这个投影方式计价决定因素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全屋价格，就是我们全屋报价的总价全屋报价总价又会受到我们柜子深度的影响，所以两种报价对于柜子深度都是优先选择标准深度去做你后面这个价格就会比较低，更能够吸引客户，对吧？更能够成交